天天念阿弥陀佛，真的能改变命运吗？诸位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先问你们一句，你想改的到底是个什么命？你们要晓得，很多人念佛，心里头打的全是自己的小算盘，求全家平安，求自己财运好，求儿女顺遂，求来求去，看着没动静，这心里头就犯嘀咕了，就觉得佛法不灵了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不是佛法不灵，是你求偏了，把路走差了。咱们老祖宗讲过一句话，叫命由己造，福自我求。大家要把这8个字牢牢记住，这才是改命的根子。世上的人啊，总把命运当成天生定死的东西，碰到这事无非2条路，要么认命了，觉得算命先生说了算，自己躺平过一辈子，要么心里不服，非要去硬撞，结果撞得头破血流。你想想看，这2条路走到最后，哪一个活得踏实了？都不踏实。所以你要真想明白一句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你就得先静下心来看懂佛经里头说的改命，到底改的是哪儿，把这层理给想透了，根本不用别人来给你算祸福，你自己就能清清楚楚地体会到自己身上的变化。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元朝末年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乱到什么地步？大白天的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大家都活得惊惊战战，家家户户天一黑就赶紧把门顶得死死的，躲在被窝里发抖，谁也不知道明天早上这口气还在不在。那时候啊，有个读书人叫陶安，陶安年轻的时候碰到过一个看相的，这算命先生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。他说，这位先生，你相貌倒是不错，可惜啊，怕是躲不过刀兵。意思就是你这条命最后要断在乱世的刀口下。这话搁在谁身上，心里不咯噔一下？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头，这种话十有八九是准的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那个时候到处都在打仗，各路人马都在招兵买马，打天下缺什么？缺有脑子，能出主意的读书人。有一伙起义的人马就看上了陶安，他们派了拿着大刀的人来请他入伙，说是请，其实刀把子都露在外面。你今天要是敢说个不字，当场就叫你人头落地。陶安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吓坏了，赶紧跑来劝他，去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跟着他们至少有口饭吃，有人护着，说不定将来还能混个前程。可陶安呢，他死活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陶安是个明白人，他心里看得一清二楚，那伙人哪里是敬重他读书，那是想拿他的名气去撑门面。陶安觉得抢来的东西他咽不下去，踩着别人做出来的官他也不想要，他宁可去躲，也绝不去沾这个心。他就带着一家老小连夜往深山老林里躲，等真躲进去了才发现，哎呀，山里的日子比外头还要难熬，没有粮食吃，没有草药治病，到了冬天山风一吹，那叫一个冷。可这还不算最扎眼的，最让陶安受不了的是山里头聚了一大帮没爹没娘的孤儿，仗打成那样，这些孩子饿得眼睛发直，跟野孩子一样在山上乱窜。这时候陶安做了一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，他自己家里人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居然把这些野孩子一个一个全都聚拢起来。干什么？给他们上课。没有纸就在泥巴地上写，没有笔就掰一段树枝在地上划，教这些孩子认字，教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做人规矩，而且1分钱不收。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孩子连饭都吃不上，哪有钱给他。当时有人就不理解，跑来问他，陶先生，
都什么时候了，咱们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，你还教这些孩子认字，有什么用啊？陶安当时回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分量极重，他说人可以饿肚子，但是人不能连字都不认得，那就真成了没根的人了。就这样，他在这深山里一教就教了好些年，外头打得天翻地覆，可就在这几间破草棚子里，每天早上照样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。后来朱元璋的人马打到了太平这一带，这一下山里的人全慌了，大家都觉得这回是真完了，刀兵真的到了眼前了。陶安当年算命的那句话，看样子马上就要应验了。结果怎么着？兵不但没杀他，朱元璋听说这深山老林里居然藏着这么一个读书人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一分钱不要，白白教了几年书。朱元璋一听，这是有大德行的人啊，他亲自带人进山，把陶安请了出来。陶安下了山，后来做到了翰林学士，那是多大的官！朱元璋还亲笔给他写过一副对子挂在门上，夸他论谋略没第二个，论文章他家第一。至于年轻时算命先生说的那句躲不过刀兵，他一辈子连根汗毛都没伤着。大家仔细回味一下，陶安躲过刀兵了吗？他没躲，那刀兵是走到他跟前又退开了。他在这中间也从来没有去求过谁，没有跟谁许过愿，他只是在自己最难最苦的时候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事。这就好比人走夜路，天黑路不平，这是你的命，可你硬是在自己心里头点亮了一盏灯，路还是那条路，可你就能安安稳稳地走过去，摔不着了。所以说陶安改的不是命，他改的是心。心这么一转，那条原本算死定死的绝路他就不认账了。古时候的人改命靠的是行善，靠的是德行。咱们今天要问的是另一件事，咱们每天就在家里念着6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凭什么也能把命给改了？他改的又是咱们身上哪儿？这6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，3岁小孩都会念，对不对？就因为太容易了，好多人从心里看不上他，很多人嘴上不说，心里嘀咕，这么容易的东西能有多大能耐？大家总觉得真要念也得念点难的，念点别人不会的东西，好像只有那样才显得诚心，才显得自己有水平。我跟你们打个比方，你看你家大门的那把钥匙就那么小，那么薄的一片铁扔在地上都没人捡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你那一整个屋子的家当，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心血，全都在他手里捏着，一样东西有多大分量，绝对不是看它长得有多大，也不看它有多难，看什么？看它开的是哪扇门。佛经上老早就把这3个字拆开讲过，它不是随便凑的。阿这个字管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弥这个字管的是所有的菩萨，陀这个字管的是佛讲了一辈子的全部道理。你想想看，3个字合起来里头全齐了。所以老一辈的大德给他起了个名，叫什么呢？叫万德洪名。说白了，万样好处都会在这一个名字上。你念这一声，等于把这一整份家底完完整整的接上一回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老家的祖屋，你人在外地几十年没回去过了，屋子里头全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，可只要你手里紧紧攥着那把钥匙，你跟那间屋子的关系它就一直在。你念一声佛，就是把那把金钥匙在手心里牢牢地握了一下。但是诸位要记住，说它分量重，不等于说有了它就什么都不用做了。这6个字是总账户，
不是让你偷懒的借口。该学的道理还得学，该改的脾气还得改，该你做的本分事一样都不能少。它是帮你把门打开，不是替你把屋子收拾干净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刚才那个疑问，你们要是觉得这6个字是给没文化的人念的，那咱们就来看看一个把世俗学问做到顶的人，一个什么好东西都想过见过的绝顶天才，他到了最后到底是怎么看待这6个字的。咱们说个真实的人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这首歌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哼2句，一听就亲切。写这个词的人叫李叔同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天津大户人家的公子哥，留过洋，去海外念的书，会演戏。老祖宗这边最早演话剧的，里头就有他，会画画，会作曲，写的字更是一绝。回国以后在杭州教书，教出过丰子恺这样的大画家，琴棋书画样样都到了顶。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那种鲜花着锦的日子，一般人做梦都想不着。这样一个人，你说他还缺什么？他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他缺的东西都不在这些浮华里头。39岁那年，他出家了，法号弘一，一句话，把从前的全放下了，名不要了，钱不要了，那一手千金难求的字画也不再拿出来换钱了。从那天起，他身上的东西少得让人不敢信，一件衣裳补了又补，穿了几十年，补丁摞着补丁，一双布鞋，鞋帮都张了口了，他还在穿。每天吃的是什么？一碗白饭，一点咸菜。人家看他清苦，送好东西来，他一概退回去。有一回人家看他就着一碟咸菜吃饭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说师父，这也太咸了吧。他抬起头说了3个字，咸有咸的味道。诸位停下来体会一下，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，苦对他来说已经不是苦了，那他放下了这么多世人眼里的宝贝，手里留了什么？就一句佛号。他每天做的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写字念佛，一个会演戏会画画会作曲的天才，最后天天在做的是3岁小孩都会的那件事。最后临终那几天，他写下4个字，悲心交集。什么意思？心里又难过又欢喜，难过里头是有大欢喜的。他临走的时候还留了一句嘱咐，叫人在火化他的柴龛底下4个角各垫1只碗，碗里盛上水，干什么用呢？怕地上的蚂蚁爬上来被火烫着。他这一辈子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可他放下了所有别人抢破头的东西，最后捡起来的是人人都会念的6个字。这不是他没得选，是他见得多了才知道到底该往哪儿放。所以说，有的人看不上这句佛号，往往不是因为你看得有多高，是因为你还没见过它是干什么用的。这6个字的分量有多重，咱们算是说完了。可是他到底改的是哪儿？这件事今天必须要给大家说到底。咱们老辈人一辈子都在跟土地打交道，咱们就拿地里的活来打个比方，一块地能不能种好，统共看3样东西。第一样是种子，这就好比你从前做过的事，好事坏事都算在里头。种子既然已经撒进地里了，你现在拿锄头去刨，挖不出来了。第二样是年景，今年老天爷下不下雨，出不出太阳，地里有没有人来除草，有没有闹虫灾，这个年景它是活的，它年年都不一样。第3样才是收成，到了秋天，你能打下来几担粮，全看前2样怎么碰。咱们老祖宗传下来一句老话，
叫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可是老话还有后半句，很多人偏偏就不提同一袋种子，你把它撒在干旱缺水的年头，跟你把它撒在风调雨顺的年份，最后那个收成能差出一半还多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理？种子还是那袋种子，一丁点都没变，收成怎么就变了呢？变的是中间那一段，是那个年景变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下面这是今天最要紧的一句话：佛不动你的种子，谁也动不了你的种子。做过的事就是做过了，谁也抹不平。佛动的是什么？佛动的是你的年景。所以念佛这件事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把从前一笔勾销，那都是骗人的瞎话。念佛是把你往后的天气给换一换，把你命里头那个旱年换成顺雨顺风。有人天天跑来问我，说我一边烧饭一边念，我一边在公园遛弯一边念，这到底算不算数？算，绝对算数。为什么算呢？因为念佛改的是天气，天气可不挑理，它不挑你手上正干着什么活。你在地里挥锄头，太阳照样照着你；你在屋里坐着，太阳也照样照着你。只要你心里头念着那个好天气，就一直跟着你。经上讲的也很清楚，有4个条件，听了这6个字，心里头欢喜，拿出真心去念，信了这个理，绝不打折，每天连着，天天不断线。你只要这么念，好处根本说不完。可是有个事，大家千万要注意，光求个好年景，这还不够，你得一边求好年景，一边管住自己的手和嘴，别再往地里撒新种子了。什么是新种子？我给大家掰扯掰扯。爱跟人争，一口嫌弃，见不得亲戚朋友比自己好，家里家外样样都要去比一比，该出手帮忙的时候心里头舍不得，能拉人一把的时候硬是把头扭过去。你看，这都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大罪过，他们是凡夫习气，是咱们的老毛病，顺手就来，来了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咱们讲修行，讲不要作恶，不是非要你去当多大的善人，是叫你手停一停，气头上那句最难听的话眼看就要骂出来了，你咬咬牙忍住咽下去，别说出口，这就够了。这就叫少撒了一颗坏种子。好多上了年纪的人心里总害怕，说我年轻时候糊涂做过些混事，伤过人，是不是现在都要来找我算账？别太怕，怕有什么用？怕还容易让人破罐子破摔。你该做的就这2件事，一边换年景，一边别再添新账。这2件事都在你自己手上捏着，一件都不用去求别人。佛改你的年景，你别再添种子，这就是全部的道理。可是有人听到这里又要问了，道理我都懂了，可我念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这个问话一点毛病没有，谁遇到这种事心里都会打鼓。今天咱们就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们，只有2种原因。第一种原因叫做正在见效，可你看不出来。佛法里有个词叫众业轻受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，就是该来的大灾改成小灾来了，该来的大病改成小病来了。本来要赔一大笔钱的，结果破了点小财，这事就了了。你们要晓得，这种好处最要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在于你看不见。你想想看，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它没发生呢？打个比方，你今天出门带了把伞，走在半路上，雨下来了，你把伞撑开，回到家，你只会跟家里人说，哎呀，今天运气好，没淋着雨。你绝对不会说，
我今天躲过了一场伤风感冒的大灾，好处其实一直就在那儿护着你，可是你感觉不到。咱们再往深里推一层，讲一个大家更想不通的，有的人一念佛，日子反倒不顺了，突然生了一场病，或者在外面受了点冤枉气，这时候心里就犯嘀咕了，是不是我念错了？是不是佛菩萨不保佑我？佛经上有一句话说的正是这个理，一个人受了些委屈，被人看清了，那些从前的旧账就在这上头消掉了。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听进去，倒霉事本身就是在结账，这是大账变成了小账，绝不是让你白白吃苦。咱们算一笔家常账，你早年做生意欠了人家1万块钱，按理说连本带利你得还人家3万，人家看你现在日子过得困难，就说算了，你还我8000吧，咱们两清。你掏那8000块钱的时候，心里疼不疼？肯定疼，那一阵子日子肯定紧巴，可是你心里明白，那是在了账，那不是在吃亏，这个道理。有个古人讲得最透彻，讲这话的人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走的。隋朝的时候有位大和尚，后人尊称他智者大师。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呢？他一辈子都在讲经，讲出来的道理徒弟们记下来，写成了几十卷的书，140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出家人还在读他留下的书，连当时的皇帝都恭恭敬敬地请他去讲过法。可就是这么一位了不得的人，到了晚年病得很重，不是什么头疼脑热的小病，是病得躺在床上根本起不来的那种重病。徒弟们围在床边看着师父受罪，眼泪直往下掉，大家心里都想不通啊。有个徒弟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把大家心里的疙瘩问了出来，师父，您修了一辈子，讲了一辈子经，度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到头来反倒受这么大的罪？你们听听这话，这话背后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修行到底管不管用？要是真管用，像您这么大修行的人，怎么会病成这样？这个疑问1400年前的徒弟有，今天天天念佛的老人家心里照样有智者大师听了，一点没有难过，反倒笑眯眯地安慰他们，你们别哭，这不是坏事。我从多少辈子以来跟人结下的那些恩恩怨怨，欠下的那些账，本来是要一辈子一辈子投胎慢慢去还的，现在好了，这些账赶在这一世一起还清了，还清了我才能干干净净的走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在外头欠了10几处债，要是每个月还一家，得还上几十年，一辈子都得背着这座大山。忽然有一天，他把手里所有的钱全掏出来砸锅卖铁，10几处的债1天之内全结清了。那几天他手里肯定最紧，日子最难熬，可是从那天起，他是个干干净净不欠任何人账的人了，一身轻啊。所以智者大师病得越重，他心里反倒越坦然，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不是灾难，那是在结账。最后那天他自己知道时候到了，他把徒弟们叫到跟前，一样一样有条不紊地交代完后事，然后端端正正地盘腿坐好，嘴里念着佛的名字，就那么安安稳稳地走了，走得非常安详，一点没有受磨难的苦相。大家想想看，一个病了那么久的人，最后走得那么近，前头受的那些罪是账，后头那个净是账还完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眼下受的那些不顺心，未必是佛没有保佑你，倒可能正是他在保佑你。大账变小账是要疼一下的，可疼完了你是干净的，你每天念的不只是那6个字，它是往你心底最深的那块地里
一点一点的种东西，那东西就像一道光，光有个本事，它穿得过墙，也穿得过日子。你今天看不见它，不等于它没在你的命里头往前走。刚才说的是第一种原因，现在咱们说第二种原因，没感觉，是因为你压根就没在念。有人说我不对啊，我嘴里天天都在念啊。我告诉你，嘴在动，心没动，这不叫念佛，这叫念了个想。咱们现实里这种人多不多？太多了。念了30年佛，手里掐着佛珠，转身就天天数落儿媳妇，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能骂上大半天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嘴上全是6个字，心里那把怨气的火30年一天都没停过。那不是念佛，那是念了30年的架。你们要晓得，动嘴的是嘴，动命的是心。一件事怎么走，命往哪边拐，从来不是从嘴皮子上开始的，是从你心里冒出的那一念开始的。心要是不跟着走，你就是念破了嘴皮子，那也是空的。有人听到这里就害怕了，说那完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听使唤，我一边念，心老是往外跑，一会儿想孙子放学没接，一会儿想锅里水开了没，我是不是就白念了？不是，心跑，那是常事，凡夫俗子，谁的心不跑？跑了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跑出去了，你有没有把它牵回来？我教大家一个今天马上就能用的笨办法，这个办法最实在。第一步，嘴里要出声念，出声的好处是什么？是你自己能听见。第二步，耳朵要竖起来，听着自己念，你只要听着那个声音，你的心它就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。第三步，心里头默默数着自己念了几声，这一数心就跑不远了。嘴里念着，耳朵听着，心里数着，这3样东西全都拴在这6个字上，心自己就慢慢跟上来了。为什么这个笨办法管用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心为什么爱跑？因为你没给它拴东西。就像老家农村养的牛，你把它拴在一棵大树上，它再怎么转来转去，也就在树底下那一圈。你要是把绳子撒开，一晌午的功夫，这牛就跑得连影子都找不着了。你用嘴巴、耳朵和树字把心拴住了，它就跑不远。没感觉的原因，说到底就这2条，一种是变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那是给你老人家结旧账呢；另一种是心没跟上，光动了嘴皮子。所以你们要晓得，这可都不是人家佛菩萨不灵。既然结旧账的事咱们肉眼凡胎看不见，那有没有看得见的好处？有，只要你拿出真心去念，经上明明白白写着有7样好处，是能结结实实落在你这辈子身上的。第一，你这个身体上过得舒坦，不是非得等下辈子，就是你现在这个肉身少受罪。第二，家里的日子从紧巴变宽裕，手头能松快些。第三，从前欠的旧账本来要追上来变成大病的，能给你免掉。这话是经上说的，咱们照着说，至于怎么去理解，等会儿后面讲。第四，本该短命的能给你延长。第五，以前跟你结过怨的人，慢慢的他也不跟你结了，这叫化解。第六，家里的儿孙能够兴旺。第七，你这个人身心安稳，碰上什么事情都顺当。你们听听这7样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话说到这儿，多半有人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。有人肯定想，哎呀，既然有这么多好处，那我明天开始每天多念1000声，是不是我的病马上就好了？是不是我儿子的生意马上就发财了？诸位要记住，就在这儿，
大家犯了一个天大的误会。很多人所谓的学佛念佛，心里其实是在干嘛？是在跟老天爷谈条件。佛菩萨啊，我天天念佛，你得保佑我生意好啊，我往功德箱里捐了钱，你得保佑我身上没病没灾啊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叫学佛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把佛菩萨当成了一份保险，交了保费就眼巴巴地等着理赔。为什么这种心思绝对不成呢？你想想看，买卖有个什么特点？你给出去多少，心里那双眼睛就死死盯着能收回来多少。你这一盯上，事情就彻底变味了。你做的还是那件烧香念佛的好事，可你的心呢？你的心已经不在那个清净上面了，全铺在那个账本上了。这个道理光嘴上说没劲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你们一听就明白了。有这么一位太太，家里很有钱，名下有10几间铺面，光是每个月收租金就够全家吃上好几辈子。这位太太信佛，而且信得比谁都上心。每年过年庙里要抢头一炷香，她天不亮就去排队，外面下着大风大雪，她也绝不耽误庙里要修大殿。她一捐就是10几万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她拜佛的时候磕头磕得比谁都响，咚咚咚的，脑门都磕红了一大块。庙里的和尚居士都认得她，大家背地里都竖大拇指，说这位太太真是有心，太虔诚了。可她求的是什么？她心里门儿清，她就是求菩萨保佑她顺顺当当，多赚大钱。她还私下里跟人嘀咕过，我给菩萨捐了这么多，菩萨总得照应照应我吧。可是她还有另外一面，认得她的人也都知道，租她铺面的多半是些什么人？都是些刚起步没什么底子的年轻人，有的是刚毕业出来找活干，东拼西凑开个小店，有的是40来岁刚丢了工作，拿出全家的活命钱想搏一把。这些人手头上都紧巴巴的，只要租金晚交1天，到了第2天，这位太太必定准时上门。她上门干什么？不多说话，走到电箱跟前，先一把将电闸拉了，电一断，你这生意就没法做。紧接着他就把店里的东西往外一堆，锁一换，人就得赶紧滚蛋。有人走投无路，上门去苦苦哀求他，太太您行行好，宽限我3天，货款一到，我砸锅卖铁也给您补上。他眉头都不皱一下，只回一句，讲人情，讲人情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？你们看他这个人硬生生劈成了2半。在庙门口他是最虔诚最舍得的那个，可一回到自己铺子跟前，他是最狠心最不留情面的那个。他自己一点都没觉得这2件事有什么不对劲。在他心里，捐钱是捐钱，做生意是做生意，两码事。直到有一年的冬天出事了，那天他一个人在家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身子忽然就不听使唤了，人扑通一下倒在客厅冰凉的地上，动不了了。当时他的手机就掉在离他半米远的地上，半米啊，平常就是一伸手的事，可那天他拼了命的够了很久，就是够不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有人敲门，咚咚咚，敲得很急。敲门的是谁？就是前2天刚刚被他冷着脸断了电，关了电的那个年轻人。那个年轻人在门外站着，大声求他，太太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您再给我几天时间，货一出手，我马上就把租金还您。屋里没人应声，他躺在地上，喉咙里发不出声音。年轻人又说，太太，我知道您在家，求您开开门，还是没人应。你们晓得吗？
那个年轻人在门外足足站了半个多钟头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？他想，这位有钱的太太又在摆架子了，又在故意晾着我，羞辱我。他哪里知道，一门之隔的屋里，那个人正拼了命的流着眼泪的想让他听见一点动静啊。最后年轻人心灰意冷，叹了口气，转身下楼走了。等家里人晚上回来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人是被医院救回来了，可是后半辈子只能瘫在轮椅上度过。后来有个老熟人去医院看他，他那时候说话已经不大清楚了，歪着嘴，可有一句话他说得清清楚楚，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。他流着眼泪说，我给菩萨磕了10几年头，磕的那些头全都是给我自己的。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头过一过，讲这件事不是为了吓唬谁，我们客观的看他是不是没做善事。他做了，他捐出去的钱比多少人一辈子挣的都多，可是他一手在捐钱积福，另一手却在毫不留情地掐断人家的活路。他给菩萨磕的那些头，捐的那些钱，不是说菩萨不认账，是他自己用那股子绝情和贪心把自己的福报抵消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跟佛菩萨谈条件，为什么谈不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回到刚才的问题，经上明明白白写着的那7样好处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绝对不假。但你们要晓得它是怎么来的，它是跟着来的，不是你拿东西换来的。这2个词就差1个字，里头的境界差着10万8千里。打个家常的比方，念佛就像是在你心里头开一扇窗户，你把窗户打开了，外头的清风自己就吹进来了，你觉得凉快，觉得舒服，这叫跟着来的。你要是搬个小板凳，整天死死蹲在窗口盯着外头，心里发狠，我都开窗户了，风怎么还不来？风必须马上给我来。我告诉你，风该来还是会来，可你这一整天就白白坐在那儿受苦了，因为你心里头全是急躁，那扇窗户你反倒开不大了。古时候老一辈的大德留下来8个字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叫本分事做好，老实念佛。什么叫本分事？你在家里该你管的孙子你还得好好管，该你扫的地你还得拿起扫把去扫，儿女长大了该给他们留的脸面，做长辈的还得留，碰到跟人起争执，该你低头认个错的那头还得低。最要紧的是手心朝上的时候，该给人家留的那条活路还得给人家留着，不是叫你撂下家里的一大摊子事，躲到屋里去念佛，不管死活了，那是逃避，是让你把手边这些该做的本分事做得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，心里头不亏欠谁了。这个时候你再去念佛，那才叫真念佛。当你把本分事做好了，不用你去求，那7样好处自然而然就在你家扎根了。那7样里头大家最关心的，其实往往是第2样，家里的日子从紧巴变宽裕。可到底什么才叫宽裕？存折上多几个0就叫宽裕吗？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多数人以为是没钱。我告诉你，这话只对了一半。真正的穷是心里永远填不满，永远定不下来。你去看世上那些人，存折上哪怕多加了2个0，到了半夜照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满脑子盘算着怎么再多赚一点，或者提心吊胆怕别人来借钱。这样的人你想想看，他是富还是穷？他是个穷光蛋啊，因为他心里头还在要。那么反过来，真正的富是什么？是心里头觉得够了，这就叫富。这不是拿来安慰咱们老百姓的空话。
这是你真真切切能看在眼里的。念佛念得久，真得了力的人，碰上同一件事，他心里那个起伏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。咱们举个过日子最常见的例子，你家儿子在外地工作1个月没给你打过电话了，心里憋着怨气的人天天坐在家里，越想越气，真是白养了。娶了媳妇忘了娘，全是一帮白眼狼。等儿子过节大包小包真回来了，刚迈进家门，当妈的冷言冷语一句话就怼过去，当场吵翻。1年到头好不容易见这一面，最后闹得两边心里都像塞了块石头一样难受。咱们再看看另一边，念佛念得心里松快了的人，他也想儿子啊，但人家心里不憋着那股子怨气，他不往坏处想，他想孩子在外头谋生不容易，等儿子回来笑脸相迎，开开心心一块吃顿热乎饭。你们看看，同一件事，同一个儿子，变的是谁？变的是你心里那口气。你把这口气理顺了，这就叫年景变了。年景一变，家里的事就全跟着变好，家庭的磁场就顺了。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念佛的人命长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你心里头宽敞了，不跟人争，一口嫌弃了，你招来的自然也就是那些不跟你争的人和事。出去买个菜，你不多那一句嘴，吵架就少了，气少生了，心脏负担就轻了，外面惹的横事自然也就少了。这不是什么玄乎其玄的事，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的常理。顺带给你们说一句吃素的事，很多人到了晚年纠结这个吃素，我跟你讲，你想想看，一条活生生的命是在最害怕、最难受、最痛的时候断气的，最后这口肉端上桌，咱们夹起来往嘴里送，你心里安不安？那些念佛念到后来自己不想吃肉的人，多半不是被庙里的什么规矩管着的，是他们念佛念久了，心肠软了，自己下不去那双筷子了，一看到肉就觉得心里不忍，就这么简单。话说到这儿，我得给你们讲个古人。明朝的时候有个人叫罗洪先，号念安。他是什么身份？他是当年的状元。那个年头3年才出一个状元，谁家要是出了个状元，那全家几辈子的祖坟都要冒青烟。可这个人呢，没在官场上待多久，他就辞官不做了。为什么不做？因为他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弯弯绕绕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他是个读书人，他做不来，也不想做。辞了官，他还做了一件更让世人想不通的事，他把家里的产业全给散了，什么田地、大宅子、积蓄，一样一样全都散出去了。家里人急得直跳脚，说你不做官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家底也不要了？往后咱们一大家子拿什么过日子？他不去争辩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，够吃就行。他自己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，搭了一间漏风的茅草屋，每天就在里头读书、养性、修行。那屋里有什么？除了一张破桌子，一床单薄的铺盖，再没别的东西了。有一年的冬天，山里下了大雪，那个雪下得大，能没到人的膝盖，夜里寒风呼呼地刮，茅草棚子里头跟屋外头差不多，滴水成冰，冷的人骨头缝里都疼。那天半夜，几个小偷摸进了他的屋，这几个贼是听人说的，说山里住着个当过大官的状元郎，那肯定藏着不少金银财宝。结果摸进来一翻，傻眼了，破桌子上没有，柜子里没有，墙角也没有。几个贼动得哆哆嗦嗦，摸黑翻了大半夜，连个值钱的铜板都没找着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候，罗念安醒了。你们晓得吗？寻常人这时候要是醒了，
会干什么？肯定是大喊大叫，抓贼呀，或者至少也得指着鼻子骂两句吧。他一样都没做，他静静地躺在那儿，心里想的居然是另一件事。他心里觉得很抱歉，想这么冷的天，让人家大老远在雪地里白跑一趟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于是他把自己身上盖着的那条破毯子扯了下来，那是他屋里唯一一件还能挡风御寒的东西了。他在黑暗里把毯子递过去，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句：实在没什么东西，这个你们拿去路上挡挡风吧。那几个小偷一听这话愣住了，接着扑通几声，当场全跪在了冰冷的泥地上。有人直接就捂着脸哭出了声。为什么哭？他们是来偷东西的贼，他们心里清楚自己干的是什么下贱营生，平时被人打被人骂像过街老鼠一样，可是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一个人这么当人对待过。书上记着这几个人后来全都改邪归正了，踏踏实实找活干，再也不做那种见不得人的营生了。诸位想想看，你说他穷不穷？他穷的家里没有一样东西可偷，连贼进门都要空着手。可是你说他富不富？他富到把唯一一条用来活命的毯子送出去，心里一点都不慌，一点都不觉得可惜。那几个小偷本来是来抢东西的，可是东西没抢着，倒被罗念安用一条破毯子抢走了一条命的走向，把他们从歪路上拉了回来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心里够了的人，拿什么东西出去他都不心疼，这才叫真正的宽裕。咱们把话往里收一收，说到这儿就可以跟你们讲今天最深的一层道理了。你念佛以后脾气变好了，心变宽了，这些变化其实根本不是外头谁强加给你的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一个极好极好的底子，只不过被咱们平时那些杂七杂八的自私念头、贪心怨气给厚厚的盖住了。现在你念佛就是一点一点把它给擦出来。古人有句话说的最直接，佛的心跟你的心是一个料子做的，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是佛了，你现在还是个满身毛病的凡夫。这话的意思是，那个好料子你身上有，而且一直都有，从没丢过，只是弄脏了。打个最家常的比方，就像你们老家灶台上的那把老铜壶，放了几十年了，上面糊了一层又黑又绿的油泥，你从小看习惯了，都当它本来就是黑色的。可是有一天你拿块破布蘸点灶底下的草木灰，用力擦一擦，你看擦过的地方底下是锃亮发光的，它本来就是亮的，一直都是亮的。你的心一旦擦干净了，眼前看什么就都干净了。看家里的老伴顺眼了，看儿女顺眼了，甚至看那个从前最看不惯、最爱占小便宜的邻居，好像也没那么碍眼了。佛经上讲，心净则国土净，意思就是你的心干净了，你脚底下踩着的这块地就是极乐净土，你根本不用非要等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等到走了才去过好日子。这话是经上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人的命是从心上改的，从来不是从外头的运上改的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前面咱们讲了那么多，讲的都是这6个字怎么改你现在的脾气，怎么转你这辈子的家运。接下来咱们就把最后那一步，也就是生死交关的那一步给他讲透彻。你们要晓得，关于临终接引这件事，很多人心里是不踏实的，觉得这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。其实这事是有凭据的，而且是白纸黑字的凭据。要弄明白这个凭据，咱们得往前倒腾。那位阿弥陀佛，他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高高在上的佛，很久很久以前
他跟咱们一样，也是个凡夫，后来出家修行，法名叫法藏。那会儿他跟咱们没有两样，也是从头一点一点修起的。他在修行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发了愿，这可不是咱们平时去庙里烧炷香，嘴里嘀咕两句保佑发财那种愿，他是一口气立下了48条大愿。他当时发誓说，这48条要是有一条我办不到，我就不成佛。诸位你想想看，这话的分量有多重？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他后来成佛了。他既然成佛了，这就等于告诉咱们，当年他立下的那48条大愿，条条都兑现了。只要有一条没兑现，他就成不了佛。这是天地间的铁律，这不是说什么好听的场面话，这是他自己把自己给压上去了。所以那个叫极乐的地方，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的，也不是神话故事，那是他一条愿接着一条愿，费了无量劫的辛苦，一点一点造出来，兜底铺好的。在这48条大愿里头，有一条是专门冲着咱们这样苦海里的普通人来的。原话我念给你们听听：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自心信悦，欲生我国，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一句，只要你打心眼里真心信，真心想去我那儿，哪怕临到最后关头，你只念上十声我的名字，我要是不能把你接走，我这个佛就不当了。这就是凭据，这就叫立了字据。所以大家平常听人说临终佛一定来接，你不要以为这是老和尚拿来安慰人的空话，这是有真凭实据的。1000多年了，这份字据白纸黑字的摆在经书里，谁也推翻不了。古书上就记着这么一件事：从前有个老百姓，一辈子杀牛为生，造了不少杀业，更是从来没沾过佛门的边。到了临终的时候，眼看不行了，才碰上个好心人劝他赶紧念佛，他就拼了命的念，念到第10声，人就那么安安稳稳的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有些人听了这个道理，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哎呦，既然只要念10声就能管用，连杀牛的都能去，那我这么辛苦干嘛？我现在不用念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等将来7老8十躺在床上了，快断气的时候，我再临时抱佛脚，念上10声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那个哪怕只念10声，是给那些一辈子没机会碰上佛法，到了最后关头来不及的人准备的急救药，这是给来不及的人的急救药，绝不是给来得及的人睡懒觉的借口。就像现在的医院里都有急救室，可是天下有没有哪个人会觉得反正医院里有急救室，那我平时就不吃饭了，生了病我也不看了，天天熬夜作践自己，等快死了直接进急救室就行了。没有这种傻子，对不对？更实在的一个理由是什么？你们要晓得，人在临终咽气前的那一声佛号，根本不是临时喊得出来的，那是你几十年一天一天攒出来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平时从来不念佛的人，到了临终那一刻，他是个什么状态？身上4大分离，痛得像刀割一样难受，心里头充满了恐惧，不知道死后要去哪儿。床边上老伴拉着手哭，儿女跪在地下嚎，甚至还要操心存折密码没交代清楚，房子还没分好，在那种一团乱麻痛不欲生的时候，你的脑子全是乱的。你平时不念那一刻，你根本想不起来这6个字。所以那最后一声是攒出来的，是练出来的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既然这样，咱们现在天天坐在家里念，到底算什么呢？算办手续。
就像人要搬家，从这个破破烂烂的旧房子搬到一个好地方去住，你是不是得先去递交材料？是不是得先登记？还得一趟一趟的跑着去排队？你今天在家里真心信一分，念了一句佛，就等于是往那个好地方递交了一份你的材料。你天天念，就是天天在登记。等到最后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用临时去求爷爷告奶奶的让人家放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名字早就在人家的名册上了。到时候人家车子一到，你提着行李轻轻松松就上去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去那个地方全凭3样东西：信、愿、行。千万不要把这3个字拆开当成干巴巴的词来听。这是一件事。信是你心里头真认了有这回事，不是今天信明天疑，半信半疑。愿是你打心底里真想去，不是嘴上说说，心里还惦记着下辈子再来做个有钱人。行绝不是指最后咽气前的那一下，而是你这辈子的每一天，一句一句老老实实的念。这3样东西是分不开的，少一样，另外2样也就成了虚的。你信了但不愿去，那是听个热闹；你想去但平常不念，那是白日做梦；你天天念但心里不信，那是白费力气。那么去了那边是个什么光景呢？不用想得多复杂，那位佛一直坐在那儿给大家讲道理。你的同学道友都是些什么人？是观世音菩萨，是大势至菩萨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善人、大好人。这里头有很多就是从咱们这个世界老老实实念佛过去的老前辈，大家在一起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病痛，每天就是听讲修行。当然了，到了那边，根据你平时修行的深浅，位置也分个前后高低，就是经上说的9品莲花化身。但是今天我要把最要紧的一句话交代给诸位，免得你们一天到晚坐在那儿纠结自己是个什么位置。老一辈的大德早就把这事说透了，能不能去得上全看你有没有这个信和愿。至于去了以后位置是高还是低，那才看你念得深不深，平时做的好事多不多。我给你们翻成大白话就是，先上车要紧，先把车票攥在手里。至于上去以后是坐前排还是坐后排，那是上了车以后的事。只要上去了，早晚都会有个好结果。所以呀，字据早就立好了，在他那边，手续得趁现在办在你自己这边。讲了这么多，有一件事我一直留着没说，你们要晓得，咱们天天念的这位阿弥陀佛，他还有2个名字。大家把这2个名字弄懂了，心里的石头才算彻底落了地。哪2个名字呢？他还叫无量光，还叫无量寿。什么叫无量光？光是没有边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宇宙里头，没有哪个角落是他照不到的。你今天住在乡下也好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也好，或者儿女不在身边，一个人守着空屋子也好，你觉得孤单，觉得没人管你，但只要你心里头念这6个字，他都看得见你，光都在你身上。那什么又叫无量寿呢？寿是没有头的，意思就是说他永远都在那里，他不会走在他那儿，永远没有你来晚了这回事。咱们把这2个名字合起来变成一句大白话，大家一定要重重地记在心里。他不嫌你远，也不嫌你晚。我为什么非要强调这一句？因为我碰见过太多上了年纪的老朋友，心里头一直堵着一个疙瘩。有人问我，师父啊，我这把年纪了，7老80了，现在才开始念，还来得及吗？还有人流着眼泪跟我说，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糊涂过造了些孽，我现在才开始念，佛菩萨还要我吗？
还管用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来得及，绝对来得及。你想想看，当年他立下的那48条大愿里头，从头到尾没有一条写着年龄限制，没有一条说超过60岁就不收了，是不是这个理？咱们老祖宗种地有个规矩，地里的活要是赶不上春天的趟，那咱们还能赶夏天的。可是念佛这件事比种地宽容得多，什么时候你心里头起了这个念头开始念了，什么时候就是你的春天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他就像咱们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，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看着自己家的孩子一样，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看着你，不是说你今天烧了香想起了他，他才在，是他一直都在，从来没离开过。只是咱们这些凡夫俗子就像贪玩的孩子一样，在外头跑野了，心乱了，从来没有回过头去看他一眼。咱们这些游子在外头风里雨里跌跌撞撞跑了大半辈子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是不是也该想起来咱们该回家了？你只要一回头，他就在那儿，所以千万别觉得那个地方远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极乐世界在10万亿佛土之外，太远了。说远确实远，远到你靠这2条腿走10辈子也走不到。可要说近呢，近到什么地步？近到你只要张口念一句，你这颗心就已经到了。因为这条路从来就不在腿上，它在心上。你觉得远，那是你自己心里头害怕自己给自己划的那道线。前面咱们讲过，念佛改的是年景，而且还得天天念，不断线。今天要把这不断线3个字给大家讲透。水滴石穿这句老话人人都会说，可是你真正在心里头琢磨过没有？一滴水那么轻，那么软，石头那么硬，那么沉，凭什么一滴水能把石头给滴穿了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就凭它不停，今天滴一下，明天滴一下，10年30年不换地方，这滴水的劲儿没散，最后那块硬石头它就穿了。念佛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道理，厉害的从来不是你今天扯着嗓子喊的哪一声，厉害的是那个不停。经上讲的自心不移，自心不懈，说的就是这个理。什么是自心不移？就是我真心信了这个理，心里头绝不打折。什么是自心不懈？就是我天天念，不管多忙多累，我不断现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最具体最笨的法子，今天晚上你们坐在家里就能照着做，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下来，床沿上行，沙发上行，椅子上也行。坐好以后，腰板稍微挺一挺，别弯着腰驼着背，把2只手轻轻放在大腿上，然后开始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你心里头跟着念阿弥；呼气的时候，你跟着念陀佛。一呼一吸就是一句完整的佛号，出声念也行，心里头默念也行。但这中间最要紧的一条是什么？是你的耳朵得竖起来，听着你自己念出来的这句佛号。你念着念着，心跑了，想到锅里还炖着汤，想到孙子的衣服还没洗。诸位要记住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怪自己，也别心急，更不要觉得我这个人业障深重，连个佛都念不好。你只要一发现心跑了，你轻轻的把它牵回来，拴在这句佛号上就行了。我告诉你，能发现心跑了，还能把它牵回来，这就是功夫。你牵一次就是长了一次功夫，牵得多了，心自然就老实了。做这件事不用去求快，更不用去跟隔壁的老王老李比谁念得多，
今天你安安静静的念了3声，比昨天多念了3声，那你就是结结实实的往前走了3声。这就是过日子的修行。佛改不了你已经撒下去的坏种子，可从今天起，你能换一换自己的年景。好了，今天咱们把这件改命的大事从头到尾扒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完了。我知道听课的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朋友，听完前面可能忘了后面，没关系，老头子我最后再啰嗦一遍，这几件事打死也别做，千万不要把佛菩萨当成保险公司，别拿着几炷香去跟老天爷谈条件做买卖。心要是不平，你磕头把地板磕穿了，福报也被你自己那点绝情和贪心给抵消了。还有，管住自己的嘴和手，别再往地里撒坏种子了，少生点嫌弃，少跟人攀比，气头上那句最难听的话咽下去，这就是在积大德。这几步一定照着做，把手边的本分事做干净了，该管的家务管好，该留的活路给人留着，然后每天坐下来，腰挺直，听着自己的声音，一呼一吸的念，只要你真心信，天天念，不断线，这叫提前办手续。临了的时候绝对有凭据。你们要晓得，在这个世间最好的风水，其实根本不在什么祖坟朝向上，最好的风水就是你们这颗人心。最大的改命不是靠算命先生，而是靠你自己改念头，改行为，改种下去的因。今天这堂课如果大家听进去了，觉得受用，我拜托大家做一件事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，转发给你的家里人。你们要晓得，这不是在凑热闹，你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这是在救人一命，这是在护人的家运。你想想看，你无心的一句提醒，可能就让你的老姐妹少生一场嫌弃，少造一次口业，可能就让哪个正钻牛角尖的年轻人少走一条弯路，甚至挽救了一个快要败落的家运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，你把善念传出去，这就是真真正正在为你自己，为你的儿孙积累大福报，功德无量啊！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道理对你有帮助，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关注我。最后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你心里的善言，你可以打上愿家宅平安，或者就平平常常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千万不要小看评论区这几个字，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念头是有能量的。当千万人的善念，千万人的祈福汇聚在这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形成的那个正向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。你今天写下的每一句善言，它发出去的光最后都会清清楚楚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。